Hello，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这又是趋势的力量 ，AMD、DC 再次获利。在 AMD 走出明显上升趋势后，基本每一次的回调，阿哲都说是回调买入机会，4次买进只有1次止损，其余3次都是低点。APP 470遇阻回落，一阴吃山羊出现了，要关注底下支撑位能不能守得住，同时也可以关注扣位和 MSTR 的回调。现在美股出现了再次突破压力，接下来要制定新的波段策略。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首先，我们来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15期的视频。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3个部分讲解本期视频的美股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我们还是要讲解一下纳指的市场观察。阿哲还是会讲一下光头鹰的复习这一部分内容，如果您是老同学，那么可以直接跳过。而第二部分，我们还是会讲一下纳指的浪形目前的关键压力位在哪里，以及第3部分是今天日内我们在周四要关注的短线支撑和压力位。而看懂这一个日内撑压的短线压力和支撑，那其实从这一根仿包阳线之后，那你可以一路短线拿到现在，基本没有任何下车的点位提醒。而这就是我们经常会讲到的红绿灯，这个日内短线的支撑和压力，我们后续的个股当中也会去提及。而了解了市场目前的环境之后呢，我们来到第2部分，讲到个股环节，阿哲依旧会讲到有关于特斯拉、英伟达、AMD、Circle、皮尔提亚、Coin、APP、博通、阿斯麦、苹果、Meta、MSTR、谷歌、亚马逊、SMCI、台积电、扣位等个股他们的短线和波段的策略分析，以及日内的支撑和压力点位。希望以上的内容依旧能够为您提供些许帮助。而如果您是新同学，阿哲需要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依旧做一个温馨的提醒。那么你会发现阿哲视频的目录相对内容是比较多的，当然阿哲也知道不是每一部分内容您可能都需要去观看和收听，所以阿哲也把每一部分的内容呢专门制作为时间轴。您在点击这个3角之后，就可以看到本期视频所有的时间轴排列。那么点击对应内容，可以观看您最想要收听的那一个个股标的解析。阿哲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对您有所帮助。那么现在我们来到第1部分，有关关头阴线。你会发现的是，在本周的周二，市场出现了一根强势的高开高走阳线，把左侧的关头阴线我们一直所提到的压力位给突破了。那么突破之后，市场就有一个反弹，走向了反转。那么接下来它会不会像前期这个关头阴线一样，出现了突破之后，然后股价再一次走出波浪壮阔的行情呢？我们很难去进行预测，但是我们可以逐渐跟踪出这一波上涨。首先，我们依旧要看一下有关关头阴线的定义，特别是新同学，你一定要明白这张图表当中所讲到的内容。第一个，关头阴线是什么？就是上涨行情当中出现了一根阴线，而这根阴线呢，它的开盘价是等于最高价的，它当天是一个关头没有任何上影线的 K 线，这个叫做关头阴线。它的市场含义有出货和砸盘的可能，而一旦你是短线或者说波段持股盈利之后遇到它，最好是做出减仓和卖出的这种行为，去降低仓位，去规避它可能是出货的可能。而后把关头阴线的高点作为强压力线，如果市场是出货，那基本上这个高点是中期难以去突破的，很难快速突破。而越是被快速突破的关头阴高点，越容易反映前期下跌为资金砸盘，而后续越能够产生新的行情。那么这里呢有2点要注意的，就是关头阴线的低点最好是别跌破，而如果低点被破位越深，一般突破关头阴后首次的涨幅它会越小。而关头阴线的高点被突破时，最好是快速的强势的大阳线，而如果有缺口就更好了。同时关头阴线应该是很稀少的，如果你手中的股票频繁出现关头阴线，那么就说明它在您的股票上是不起作用的，你所关注的那只股票应该是流动性较低，或者说基本没有太活跃的波动和交易，可能才会不断产生关头阴线，那么就不用去观看它的关头阴的表现了。而明白了这几点之后，我们回归到最新的这个图板。那么这个关头阴线呢，和前期的关头阴线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的。首先，前期的关头阴线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而后是3天就快速的突破关头阴线。那么后续股价在这上找到支撑之后，启动了行情，而启动 K 线呢是一根很强势的大幅高开的一个阳线。而现在的关头阴线，它的特色是它的低点是被跌破的。跌破之后呢，股价出现上涨。那么我们说过，关头阴的低点不被跌破是最好，跌破之后跌得越是深，后续上涨时突破之后，它的第一波涨幅会越短。
所以这样的一个上涨首次突破，因为前期有跌破过光头鹰低点，并且是大阴跌破，所以这首次的上涨，你不要认为它能够直接像前期这样子启动这么一波行情。所以阿哲觉得这一个光头阴线的突破，它后续的行情应该不是单边，而应该是曲折的、震荡的，哪怕是最好的表现，也应该是震荡斜率较缓的上行。而相对如果平庸的话，就应该是在光头鹰附近出现一个震荡横盘。这是阿哲认为本次光头鹰和上一次不一样的情况。而在这种震荡当中，或者说缓涨当中，那么个股的表现肯定大有不同，它肯定会有强弱转换。那阿哲也知道有些同学会说到，最近感觉指数在涨，但是手动股票可能反而不好做了。这就是一个资金轮动的过程，在市场走势权还在上涨，但已经不是很强势的情况下，容易发生这种轮动的现象。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第二部分纳指浪形来讲一下目前的一个核心的策略。那么当下我们所看的是纳指的浪形，那么纳指呢依旧还在寻找五浪高点。之前呢以为光头阴线它就是五浪高点了，但是这一次的上涨反弹又强势的突破，说明五浪高点可能还要继续寻找，至少 0.618 就不是了。那我们看到 0.764 的位置是 21,751.7，而这个价位昨天被触碰，股价冲高回落，并没能够收盘在这之上，所以 0.764 同样呢产生了压力现象。而我们因为光头阴线的突破，它的界定是本次很难走出强势单边，所以遇到压力位后，我们要小心，它容易在这里形成一个回落，这是一点要注意的。而在昨天的一个盘前广播当中，或者说这2天的盘前广播当中，阿哲有讲到，市场呢面对压力位，它在这个压力位上再次冲高回落是不太好的。如果价格重新跌落 21,289.8， 则为右侧风险，要及时的去离场了。不过后续并没有跌破，所以右侧风险没有释放。而30分钟它呢有蓝 K， 也就是短线止跌的信号或超跌的信号。如果盘中30分钟有买点，还能够去尝试再次突破。这是8月12号市场那一根强势阳线的盘前。而后8月13号呢，阿哲再次讲到，纳指呢突破了光头鹰的高点压力，波动趋势重新看涨，而后短线也维持看涨，上方的临近目标是 21,751.7， 可以做短线加仓行为，但是不要大幅加仓。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光头鹰的突破，这次呢是不算很好的。另外一个是当前日线出现了黄 K 的超买信号，也就是说它短线超买，那么将防守位设在光头鹰的高点，那么跌破止盈，等待回调止跌，再去做波段加仓。这是我们在昨天盘前所讲到的当下行情的策略。一般阿哲的视频更新呢是在周2、周4和周6所以呢每期视频更新的时候可能不是连续的，那么对于有些同学来讲可能不够及时。那么我们的盘前广播就是文字版的，每天阿哲都会去更新。所以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那么记得呢跟 Jacky 老师去领一下每天盘前的这个广播信息，它呢可能对您来讲会更具有时效性。那么阿哲呢在没有更新视频的时候，也会照常更新我们的一个盘前广播，对您持续产生这个帮助。简而言之，目前的策略就是短线目前依旧是看涨的，因为在右侧来讲呢，昨天呢还是一个上涨的假阴线，但短线看涨波段目前还没有及时的能够去进场和加仓。我们更希望的是这个压力位后可能再次出现一根反包阳线，好，这个再次作为短线加仓看涨。那如果没有这根阳线，而是出现回落，那么不要跌破光头鹰之前，在这里寻找支撑，然后去启动买进。那么底下的支撑是谁呢？我们可以看到 21,289.8 以及光头鹰的高点这个区间的夹角夹接，那么市场在回调的时候，在这里止跌，任何的启动信号都可以作为波段的进场点。而假如这个区间并没能产生支撑，而是直接跌落，那么短线离场，波段也不要随便的进场，不要加仓，甚至呢要做出减仓离场的动作。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策略，从短线来讲依旧看涨，从波段来讲还没达到加仓条件。目前纳斯达克指数为什么波段上不能去随便买进呢？因为它当前出现了一个黄色 K 线，也是我们昨天盘前所讲到的黄 K 信号，它属于一种超买信号，这个信号阿哲还是比较信赖的。像之前如果市场是震荡的时候，它出现黄 K， 小心，这是一个容易下跌的时候。那如果是下跌趋势的反弹呢，它往往容易是一些比较不错的反弹高点去做空的点位。那么哪怕是上升趋势当中，它可能出现黄 K， 它不会见到一个大高点，但是一旦出现黄 K， 是不是容易在黄 K 消失后发生调整？出现黄 K 之后，它容易发生调整。哪怕是最近这种单边强势行情，黄 K 出现时，它容易调整。
只是调的时间是多久多深的问题。包括这个黄 K 出现之后，市场是不是也震荡了？黄 K 高点也是一周才突破。所以目前在短线当边上涨之后呢，它一样进入到了黄 K， 所以这里呢，你做短线可以，做波段呢，容易买到一些调整的高点。而这一个黄 K 信号，就是财神专用的一个系统面板当中阿哲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信号，一旦出现上涨时，就不要随便的再去加仓，特别是重仓买进。那么以上内容，我们通过 K 线以及浪形，包括指标方面的一个黄 K 的反应，来告诉大家当前的指数操作的最新策略，它的短线、它的波段怎么去看。如果您是一位老同学，特别是财神朋友，可千万不要忘记听到这为阿哲的视频点一个赞，点一个小红心。而如果您的时间比较充裕，那么阿哲也希望您可以点击底下评论区，那么留下您的一句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感谢您的支持。而如果您是一位新同学，那么阿哲同样也希望您在学习有所收获的前提下，可以点击订阅阿哲频道。看到视频底下有一个订阅按钮，在点击之后呢，会显示已订阅，那么您就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粉丝订阅观众。未来您只要是打开了这个全播铃铛，那么就能够阿哲每一次发布视频、发布观点，您就能够首先第一个收到系统通知。那么这是粉丝专享权益，感谢您的订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第3小节，有关于今天日内撑压的一个点位测算分享。我们看到下面的图板，在这个图板当中，左侧就是阿哲昨天盘前所发布的完整的一条盘前广播信息。如果您是新同学，那么未来一段时间您应该都可以免费接收得到。那这是8月13号的。一般这条信息当中呢，阿哲会包括关于指数阿哲的主观分析，以及短线和波段个股方面它的一个跟踪。正常这些个股都是阿哲在平时的视频当中会去跟踪的，只是有时候不更新视频，阿哲呢会在盘前去跟踪去更新。而后在第3部分就是阿哲所讲到的日内撑压点位了。阿哲会给到它的日内高点压力和日内的低点支撑。那么这个使用的策略很简单，不管是纳指、特斯拉和英伟达，以及我们本期视频的所有个股，都可以这么去看。你可以看一下当天的收盘价和阿哲当天所给到的预测高点压力和低点支撑他们的反馈。如果今天收盘价是高于高点的压力，那么说明多头是很强势的，日内压力被突破了。那么只要收盘过，那么在图表当中就会显示是一个绿灯，那么这个绿灯 K 线就说明多方强势。反之，收盘跌破低点支撑，就会出现一个红灯 K 线，那么说明空方强势。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都可以这么去跟踪。它呢是来让你去发现 K 线变动当中每一天代表的多方强还是空方强。当然，当天的多方强势、空方强势不代表它就会延续，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只要出现了一个绿灯，而后市场后续只要没有红灯，就说明不管是下跌还是上涨，它都没有危害到短线多头的一个地位，那么就整体还是看涨的。像前期这里也是绿灯，只要它后面不出现红灯，那就没有问题。好，出现红灯开始小心，不一定每次都能够以此赚钱，但是你要把握的就是一旦出现这种连续性的上涨，那么红绿灯可以让你很好的去规避其中一些短线的洗盘，一些风险，你可以一直持股待涨。从红绿灯的角度，我们在前期这个绿灯开始，是不是一路跟踪，一路都没有红灯？那么没有红灯就没有短线离场信号。而我们看到现在的股价走势，市场最新的点位是多少呢？今天周四关注高点压力21,837.75，而后关注低点支撑21,679.14。他们除了盘中会提供一个支撑和压力的反馈之外，更重要的是今天收盘价只要还在21,679.14之上，我们就认为这一波上涨出现了任何的调整，任何的一个走势都不危害短线的走势，除非收盘价跌破21,679.14，那么会出现红灯 K 线。那么这个红灯 K 线则意味着从这个绿灯开始到这里，那么市场应该结束，或短线上呢，你的获利应该在这里开始去兑现。这是我们用红绿灯能够去进行把握和跟踪的，所以关注今天的低点这个点位不跌破，那么一切都还算是调整，还算是正常。而一旦出现红灯不管如何都要开始进行减仓和获利兑现的动作，而后再等待绿灯的出现，我们再去短线跟进看涨即可。这是红绿灯一个很简单的短线傻瓜式跟踪操作。那么希望这个点位能够对您今天有所帮助。后续很多个股阿哲也会以这种方式去短线跟踪，发现它的短线趋势变化。在这里呢，再次提醒一下，如果您想要每天得到这个点位，每天盘前的广播都想要获得，那么阿哲再次的提醒，您必须要点击订阅成为粉丝订阅同学才有这个资格，因为这是属于粉丝的福利之一。那你应该怎么去领取呢？其实很简单，您订阅之后点开视频底下的评论区，
会有阿哲所发布的一条置顶评论。那么评论中有一条链接是 J.K. 老师的 Telegram 链接，您点击之后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J.K. 老师。那么这位老师呢，会负责未来大家技术分析上的一些难题，或者说技术分析的一些答疑。同时，我们的一个粉丝订阅的福利也会由他为大家去发放。这位老师呢，基本从业在股票市场已经有10多年，大家如果在技术面上有任何的疑问，去咨询他，基本应该也能够得到解答。当然了，如果您觉得点击评论区可能要退出视频有点麻烦，您也可以看一下视频的右上角啊，它有一个感叹号，您点击那个感叹号，也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J.K. 老师。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啊，这个盘前广播呢，只是订阅福利的其中一个，我们还有另外的福利啊，就是有更多的进阶知识在内部分享，以直播的方式为大家去呈现。您只要找到 J.K. 老师，您如果想要听到更多的不公开的一些知识点和内部的一些知识直播，那么您可以跟 J.K. 老师去报名去参加。比如说，这是我们最近2周的一个课表，那么您在找到 J.K. 老师之后，您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参与我们这些课程了。我们最近呢在讲到多空重构利润保卫战，目前的市场还没有完全验证关头阴线突破有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保卫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可以放弃未来的上涨，但是现在所出现的一些盈利，你不能够因此而放弃吧？所以怎么去把握，怎么去保卫现有利润，是我们现在要去关注的一点，而不是去再次激进的想要它能够再涨，再让你去获利。这是一点目前我们一定要意识到的问题。同时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一位老师就是我们的 J.K. 老师，大家呢到时候就是跟他去进行交流沟通不管是技术分析的问题还是说福利的问题都可以找这位老师去好好的去良好的沟通。那么接下来我们对于指数环境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之后，我们知道当下市场短线为主，而波段呢还没到一个很明确的看涨时刻。那么在底下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要遵循这种指数环境得到的分析，很多个股以短线为主，而波段上呢，除了少部分个股还能做波段，大部分呢已经开始要有所改变思路，要小心了。这里呢要有所提醒，就是个股解释当中呢有一些红色块的标记，在左侧呢阿哲是讲到短线有一些风险的提醒，那么这些风险是从何而判定的？一般来讲，阿哲主要是讲到短线方面。比如说这个股票它出现了绿灯转红灯，那么阿哲呢可能会标记红色。那又如它可能出现了黄 K 的跌破，比如说 PLTR 就是黄 K 跌破了，所以标记的是红色。又或者是负线像博通最近出现了负线，那阿哲也标注了红色。又同时可能有一些压力位出现了滞涨，比如说 APP 是我们上期标注了红色，因为它遇到了470的压力。那么等等这种情况，那么阿哲呢才会去标记红色。如果不确定，就会标记灰色，如果还保持看涨，就会标记绿色或者说浅绿色。那么这是一些方块的一个含义。上期视频有一些同学问到 J.K. 老师，那么这里呢阿哲就统一的去解答一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第一只股票是特斯拉，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日线图表空间方面，目前特斯拉你会发现它对于前期的这个下降趋势线已经突破，那么这个趋势线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三角形收敛状态的一个上沿，但是突破之后呢是一个长上影线，而后2天都没有去再次的收盘新高，所以对于这个突破是否有效，目前还存疑，你要小心它这里是无效突破，而后往下去进行再次的回落到区间之内。因为对于三角形的突破呢，它没有那么简单的去确认，很多时候可能在往下破之前，它往上去突破假突破也有可能的。所以目前特斯拉最好的一种空间表现就是价格回调，但是不回到这个三角形的区间之内，而再出现一根阳线把左边长上影线给吃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作为在三角形选择方向上一个很明确的追涨点，或者说买进点。当没有出现这种阳线之前，没有在破左边长上影线高点之前呢，这里在短线上是属于一个比较风险的地方。而后我们从一些指标，从短线上也能够去分析一下它目前的状态。那么在讲解之前，我们还是要再次介绍一下有关阿哲的个股分析的体系，这样大家对于后面阿哲的个股分析的时候所用到的一些功能，你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阿哲一般是喜欢看到 K 线趋势加资金来分析这股票它在短线和波创上它的一个趋势走向。比如阿哲会用到传统指标，比如说像170天的 MA， 这呢是中长线的方向，如果它再往下走，那么股价长时间在它之下，就说明长期这个股票是一个趋势向下的，股票只有往上运行突破它之上，而后170日均线呢走平甚至走上，它才能够说趋势中长期看涨。
而像图表当中你所看到这一个特色功能，这一个黄色和紫色的飘带，它是我们的彩虹带，更多的是提供中短线上趋势的研判。像紫色飘带就说明当前的股价处于一个波段看涨，因为170的周期太大了，如果你等它往上走出新高，走出再次的突破，等170走位向上时已经晚了。所以飘带呢，它在中期、中短期更快提供一些趋势向上的一个依据。所以紫飘带波段上涨，黄飘带波段下跌。而在 K 线上，我们会有黄色 K 线波段呢属于超买，白色 K 线属于波段的超卖。一旦股价上涨出现黄 K， 要小心波段可能超买了。一旦跌破，就容易是调整的开始。当然，有些位置它不跌破黄 K， 那么就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些黄 K 如果没有被跌破就还好，但是如果黄 K 呢出现跌破就容易是波段的高点跌破容易出现波段调整。而蓝 K 就是短线的超买，像底下的这个绿柱这种黄色的块就属于低位，容易是引入聪明钱流进的一些区间空间。像这种白色块这种红色柱，这个上台童子它就说明这些区域容易是高位，容易引发呢聪明钱流出。当然，这个资金呢是相对配合趋势去用的，不是说这个绿色柱就直接抄底买进，红色柱就直接离场逃顶并不是。我们后续呢再去讲。所以阿哲的个股分析体系主要呢就是以这些内容进行分析作为解析。那接下来我们用它来去看一下特斯拉。当下呢你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在图表当中你会看到有一根黄色 K 线。黄色 K 线出现，而后第二天呢是消失了，并且这一根 K 线是长上影线又是一根长上影线。它的收盘价把黄 K 的一个实体线给跌破了。正常呢，我们应该看它的一个最低价，但是因为影线太长，所以你也可以看它的一个实体。目前被跌破，也就是说风险开始显现。我们从这一个黄 K 知道，它在波段上经过一波上涨，已经临近这种风险区，所以短线有风险。我们尽可能，如果不能够收盘再次收阳，站在黄 K 之上，那在此之前，在这里都是压力，你就要小心，压力附近短线再买就有风险了。所以通过黄 K， 我们可以很快速的判定这一点。前期呢，它这里也出现过黄 K 出现黄 K 之后呢，黄 K 消失，你要小心调整，哪怕它可能还没有大跌，但是只要黄 K 出现，黄 K 消失，而价格没有出现比较强势再次走出上涨的 K 线，而是这种十日星长上影，那你要小心它有调整的需要之前呢在这里出现过一次大跌，现在又是黄 K， 你要小心它又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短线上有所风险，但是波段上呢，因为它已经在170之上，而后飘带呢又是紫色，所以往下看它只要在170止跌，或者说在飘带止跌，那基本都属于波段能够去继续找回调买点的一个机会。我们再从更短的周期，比如说红绿灯来看，那从这个低点开始是一个绿灯，那么一路上涨，一路绿灯，没有出现红灯，包括现在也没有红灯，只是黄 K 有一个风险提示。那红灯的出现要怎么样去出现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低点预测值是 333.4， 高点压力是 344.18关注这两个价位。如果今天的特斯拉收盘价跌破 333.4， 那么就说明有红灯了，红灯产生又有一个黄 K， 那么这里调整就更加明确。当然这里特斯拉首次离场减仓，你在赚了一波之后，也不是说非得要等一个红灯而后再去首次卖出，在黄 K 跌破之后，你已经开始可以减仓，再出现红灯呢，你再做一减仓。如果不出现红灯，而是继续绿灯，甚至把黄 K 高点突破，你可以短线再次看涨，再次买进。但波段上来讲，最好是寻找回调买入机会会更好。这是特斯拉目前的解析。下面我们再看到英伟达，现在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在突破上方的压力位 178.54 之后价格走势不是很强劲。我们说过，左侧这个高点呢和指数是一样的，但是纳斯达克指数它以一根强势阳线突破了左边这个压力，但是纳斯达克突破了，而英伟达却没突破，说明在这一次上涨当中它已经有所掉队，而市场以震荡的方式在这里横盘却不突破，所以在不突破之前，英伟达这里短线越是震荡越是凝聚，它这里越是风险。我们一定要看到有一根阳线出现，而后站在这根阴线之上，而后我们才说明它跟上了指数的步伐，否则掉队，那么资金就有可能流出，那么这里就有可能被抛弃。至少在短线方面，英伟达这里有开始走弱的迹象，是要小心的。我们再看到它的资金和动能上，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一个趋势，你会发现这个紫色飘带和这个170基本都是向上，那么紫飘带保持中短期趋势上来讲就还是看涨的，
而前期的股价运行，从这一个红灯之后，是不是一路都是绿灯，一路都没有红灯？那么一路下来，你会发现很多调整，它其实不构成这种有效的或者说相对强势的这种空方 K 线。所以当下走势呢，虽然在走弱，但是从红绿灯的角度，其实走弱的有限，整体多方还是比较坚强的。而它离飘带比较近，这说明它的整体乖离是不强。那从波段角度就还不算是一个高位。那目前呢是相对的弱势震荡，它不启动阳线出现之前，我们这里就预防它对于飘带可能要发出再次的一个回撤或者说回踩。所以看一下红灯的一个出现要求，今天呢要看到底下支撑是178.16，高点的压力是182.78啊，关注这两个数值。那这里在 K 线的角度啊，这里是一个十日星。十日星之后呢，是收了一个阴线破位，所以从 K 线啊小 K 线小级别来看，这里哪怕没有红灯，但是前方的这根 K 线后收阴，已经说明在短线的空方上有所冒头，只是没有达到红灯的要求而已。所以这里的英伟达短线做多，从这里开始不太建议。以上呢是英伟达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 AMD。昨天的英伟达和 AMD 呢，相对来讲是有所分离的。那英伟达呢走势偏弱，但是 AMD 呢却强势的一个高开高走，并且创了左边的一个高点，再次突破。我们说上升趋势当中呢，新高很正常，而新低呢是不太简单、不太容易的。所以每次回调才是以找买点为主。那么在这种股价的运行向上过程当中呢，回调找买点。前期这里长下影线仿包看涨，这里长下影线仿包看涨。虽然我们对这上涨呢感觉比较弱势，它呢有所走弱的迹象，但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出现仿包时也依旧坚定的，还是说波动看涨？只是我们的防守位呢可能就要清楚一点，它不跌破这个长线影线，我们就依旧波动看涨，看的是新高。那目前呢确实突破了左边高点做出了本次趋势波段的一个新高，而后也触及到了187附近的价位。阿哲很记得在13天前有说过，那时候是这附近的高点吧，这一根阴线吧，它在盘前冲击了187，它来到了关键的空间。那时候我们说，如果真给到187的价格，我们是可以去考虑利润落袋的，因为187的空间压力，阿哲认为是比较大的。这附近呢要小心它的一个反应，你可以左侧在遇到187时呢去进行分批的去离场，然后观察它对于这种压力位的反馈。昨天呢是有所回落，但是最后收盘还是收在了左边高点之上，可以开始有所减仓，但是我们依旧保持看涨。短线上要小心它跌回高点之下，如果重新跌回来，那么这就属于我们右侧的风险了，而目前还没有，就还继续可以观察。这是从我们的一个空间的角度来看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短线的资金和动能上，现在所看到是它的日线图表，那你会发现这个飘带是不是也还是一个紫色带？那么170呢在底下也是在走为向上，是不是跟英伟达相差不大？那每一次回踩飘带，是出现了这个绿灯，出现绿灯，飘带附近说明波段是低位，出现绿灯说明短线是买点。在波段向上时回调出现短线买点，是不是都是我们要看涨的机会？其中有一次做错了，这一个位置它没有踩飘带，还有一定空间，所以位置呢还不够低，出现绿灯买进之后，第二天立马要跑，因为是一个绿灯转红灯。那这一个位置出现绿灯买进之后呢，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出现这个红灯 K 线的。所以价格走势突破，那么是一个绿灯，就保持看涨。今天会不会出现红灯呢？低点支撑是181.9，高点的压力是189.17关注这两个价格。出现红灯的话，那基本上也跌回到前面高点之下了，那也是属于波段上有风险，因为容易是用假突破要小心这种现象。如果还在高点之上那我们看一下。你是要左侧去获利兑现，还是说右侧等它真正明确下跌再卖出，就看各位的选择。以上就是第二部分特斯拉、英伟达、AMD 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我们会讲到这些个股它的短线波段以及日内承压点位的分析，但是所用的时间可能会比前面3只标的以及指数呢要更偏短一些，因为标的的数目呢比较多，所以阿哲很难每一只都很详细去讲。只能够简单的我们用这个系统去过一遍，看是否有明确的风险和机会。第一只标的呢是 Circle， 目前我们所看到是 Circle 的一个图表。那么在这一天8月12号的时候，它是出现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高开而后低走这种大阴线产生。那么这个阴线呢是从低位反弹，而后到了黄带附近，是不是压力？
我们说黄带出现的时候，它的反弹一般就是以黄带为目标啊，正常的反弹就应该是会碰到黄带的。如果反弹碰不到黄带就很弱啊，能够超过黄带，像我们的阿斯麦一样，那就比较强。所以目前呢属于正常反弹，黄带的中轨有压力，而后呢股价下破，然后延续下跌，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弹后走弱的迹象。那么这一波下跌以来，我们看到有一个关键 K 线是这一天它的一个关头阴。好，它的高点光头阴线没能够去突破，然后蓝 K 呢短线超跌也没能够去突破，所以整体来讲，你呢是很难去做出比较多的仓位去抄底买进的。目前还是一个红灯，那么短线就依旧小心，因为它是刚碰到黄带之后，而后再走红灯，这里呢有可能是一个高点反弹高点后的再次回落。那么因为是下降趋势，所以它有机会去破前面低点。那么如果再破前面低点，就说明它这一波反弹结束了，趋势没有改变，还是向下的。我们之前说过，趋势的一个反转条件，是不是股价下跌时，它一定要去破一下左侧的一个高点？当然，它不破的话呢，它也至少要出现一个下跌啊，它不再创新低。所以这个地方它是不是一个底部呢？首先，它先不要创新低。如果创新低，那么说明它还是有一个更低的低点，那么趋势结构上就还没有完。这里呢，最好别打低点，而是能够在此再次启用反弹，并且要来一个更强的反弹，去打左边的高点。这样的话才能说这里有一个小的趋势结构反转。否则啊，在此之前，我们以反弹看待每一次的上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一个预测值，股价高点的压力是158.9。低点的支撑呢是146.41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皮尔提亚，在我们上期视频当中是不是讲过它有一定的风险？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黄 K 啊，黄 K 之后呢还是消失了，并且跌破了。目前黄 K 的高点是没有被突破的，所以它的风险依旧有效。出现了绿灯转红灯，绿灯然后又转红灯，所以当下呢依旧是一个风险比较明确的一个信号。目前的皮尔提亚还是看一个调整周期，只是它是一个震荡调呢，还是往飘带去调呢，就要看一下整体的调整力度了。黄 K 高点在突破之前，我们依旧认为黄 K 的高点为压力，那么这里之下就还是一个风险。指带的上沿是171.25，如果这里的黄 K 是为了往指带去修复乖离，那么它的空间还是有的，所以这里要注意，已经构成了低位红灯转绿灯买入之后啊，一个短线的获利或者说短波的获利的条件。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181.045，而高点的压力是186.915，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突破186.95出现绿灯，而后还能够反包这一个黄 K 的话，说明它这里调整结束，那么以震荡为结束，而后再次选择向上。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Coin 的话呢，最近是没有什么好的一个介入点的，因为它这里虽然突破了蓝 K 啊，虽然有绿灯，但是它都是阴线。阿哲是不太建议在阴线以及10日线去买进的，甚至呢这里还有一个长上影线的绿灯啊，所以它一直是阴线一直涨，但是没有买点，那么就不买了。哪怕突破有蓝 K 啊，有买点也不买啊，因为它的 K 线不好，它是一些阴线10日线的。那目前是碰到了黄带，黄带呢因为下跌反弹嘛，我们说正常就是碰到黄带，所以目前属于正常反弹。碰到黄带的下沿，它的压力是多少？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黄带的下沿压力呢是338.951，而黄带的中轴当下呢是355.738啊，这两个价格作为目前反弹的一个强压力区，而它的一个绿灯之后走到现在也没有红灯出现，所以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今天的预测低点是324.27，高点压力是348.13啊，关注这两个数值。如果出现红灯，那么这里会构成反弹之后再次走弱的迹象，而如果这里依旧保持向上，则关注飘带内的一个压力。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PP 呢，在上方这里其实也出现了一个10日线啊，这个10日线呢是一个黄 K 啊，昨天我们盘前的广播也说过，这里是个三阳小顶啊，三阳小顶出现的话呢，又在压力位附近是要小心的。压力位是470附近啊，它出现了一个多次的尝试突破，但是没能突破有效，然后下跌走了一个一阴吃三阳，这是一个很强势的调整信号。所以目前又是红灯，又是黄 K 跌破，又是 K 线一阴吃三阳，就往下去看它的目标位。我们说过，最好是不要跌破左边的这个结构，左边这个高点以及这个高点构成了相对的强势的压力。中间这里呢有一个毛刺，属于突破的无效，而后构成了高点，所以当前这个突破呢能不能是有效的，
关键啊，它不要去跌破前方的这个高点。目前这是一个很强的支撑位，因为它这个高点看过来，它跟飘带的距离是很靠近的。当股价往下调，多头趋势下，飘带会往上去走。那么这个位置的飘带到它股价碰到它的时候，应该会在410附近。也就是说，目前的 APP 在410附近的价位应该是一个强支撑。如果它能够往下再调一调，碰到410，那么寻找回调的买点。这是目前对 APP 的看法，因为飘带它走为发上，说明趋势强劲，170也是向上的，然后距离不远，说明在中线、长线上目前的价位都不算高的，所以我们更希望看到是再次的买点。当然，短线上呢，这次其实已经了结了，不然的话，你这种下跌，你肯定就不能够乖乖的等它调嘛。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425.95，高点的压力是459.225啊，关注这两个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ABGO 博通，博通的话呢是出了一个高开低走的负线啊，基本上是标准的一个负阴线，就是我们所说的乌云盖顶。那么这种走势之下，哪怕它没有红灯，本身也意味着风险的一个信号，就类似于前面这个位置啊，它这个呢也是冲高回落啊，乌云盖顶，后续呢容易出现调整，而因为它的一个股价的波段是多头的，所以这种调整呢就可以看是一个回调。我们看下底下的飘带。它的一个最强势的支撑是谁呢？可以看到是299.358，所以这个位置作为飘带回调时它的首个支撑位。而这里如果都不跌破，都有止跌，那说明它就是一个回调而已，基本趋势是不影响的，只是短线上啊有这种短线的离场需要而已。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低点支撑是300.62，高点压力是313.22，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阿斯麦。阿斯麦呢，在连续上涨当中啊，它在黄带的中轴出现了一个滞涨啊，就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像 Circle 啊以及 Coin 是一样的。但是它遇到之后呢，并没有大跌，而第二天立马反包啊，出现了这种有点类似于多方炮的走势，而后再次强势上涨。所以像阿斯麦这天反包时，我们盘前解析是不是说了，它可以构成用再次看涨信号？那目前对于飘带突破，那突破是否有效呢？其实就跟 core 位一样啊，强势突破飘带走了2天，那这里呢是一个变盘点。一般突破飘带的第二天为趋势绝处逢生时，如果是空方趋势真的很强势，这个反弹它只是强一点而已，那么它就应该去在这里见到一个高点，这是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的啊，趋势绝处逢生时。这里后续如果出现一根阴线把我们的这个黄 K 跌破，那么风险就出现，调整就开始。而调整的力度如果直接击穿黄带，说明反弹高点它依旧是反弹。那么如果回调时它飘带是不破的，170有支撑的，那么这里才能够继续往上看一个趋势的反转。而目前它比较好的是，它已经走了一个下跌反弹后再次新高啊，它打破了左边的高点。那么这个结构如果回落，它连前面这个点都不破，那就很强了，这个趋势反转大概率就有效。但至少通过这个强势反弹结构来讲，我们就会知道回调以找买点为主，除非它再去创新低，或者说它在这些位置没有遇到任何支撑啊，那就比较麻烦。最强势的就是它连左边这个高点都不破，这是最强势的调整。相对正常的就是要调到170附近啊去找支撑。如果跌破170啊，跌破黄带，那么就很容易呢，可能还要去探一下左边的这个低点了。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预测值，今天呢看到预测的低点是751.555。高点的压力是760.21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苹果，苹果呢是连续的黄 K， 但是呢没有黄 K 消失，没有去跌破黄 K， 所以目前有风险，短线呢属于风险区，但是还没有释放风险。等什么时候黄 K 消失了，然后有一根阴线把黄 K 低点跌破了，那么风险就出现了。从前面这里是红灯后转绿灯，而后短线上涨，短线上涨也有蓝 K 的突破，是吧？我们说当时这里你要做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走到现在一路的绿灯很是强劲，没有红灯，那么就等待红灯出现，等待回调的波段调整，然后去找支撑买点即可。它也是170和这个飘带很靠近，也算是如果回到这里将会有一个强支撑。那么这个位置呢，不建议再去买了，因为是黄 K 区间，它可能会延续，但是这里买风险就会比较大。我们看一下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220，今天的低点支撑是231.88，高点的压力是236.4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Meta 呢也出现了负线，而后负线当天呢也是一个红灯，
绿灯转红灯和前面的红灯转绿灯是一样的。如果是绿灯转红灯，则是风险；红灯转绿灯是机会，绿灯转红灯是风险。如果是红灯转绿灯为机会，那目前呢又再次的短线上出现了我们的绿灯转红灯，所以是风险。当然不管它怎么去短线转向它底下的飘带一直是发上的，所以短线可能会经常变，但是这个飘带不会经常变。目前就还是中线，我们的中短线依旧是看涨的，底下的170日均线呢也是上行，所以整体趋势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目前哪怕有短线信号看空的信号、风险的信号，我们也依旧先看对于飘带的回调，然后以找买点为主，因为趋势目前还是上行，就做趋势上行方向。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770.52，高点的压力是787.768关注这两个数值。正常我们更希望它能够回到飘带附近再给到买点，而这里呢哪怕再出现绿灯更多的它也给到不是波段买入机会，而是一个短线看涨机会。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 在本次的反弹当中，我们是不是把握了一个上冲突破黄带时，而后去进行止盈？那黄带目标达成之后出现了3天回落，而且跌破了黄带低点，说明它这里是一个反弹高点。反弹高点之后往下跌的时候，力度反而是有点相对。那股价往下跌时，空方的力量有些超乎意外的弱。左边的蓝色 K 线以及呢我们说的运线的这个位置，它跌了2天，在这一天才往下跌，而后它还不是完全的跌破。所以从一个价格的角度，从多空能量的角度，目前这波下跌其实是比较弱的。那么遇到黄带之后的空方应该是顺势的才对，但是它的表现就不强，说明这里呢它是有一个支撑区的。这个支撑区目前没有被跌破，而后影线在不断的放大。我们如果要去买的话，阿哲建议等一个绿灯 K 线，当然最好的是等一个仿包阳线，一旦出现在这里再次看涨，会对于飘带去做一个再次的尝试突破。当然如果它没有这样的一根阳线出现而是再次的收阴跌破我们所说的这个区间蓝 K 高点和这根阳线的低点直接击穿，那么就继续的往下去看调整，那么我们继续呢往下看跌就行。这是对于 MSTR 你可以去关注的一点。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其实也说过，30分钟呢，它有一个机会就是这2根蓝色 K 线的机会。如果当时这里能够有反包阳线产生，30分钟就是新的买点，但是当时没有，而是一路的下跌，然后飘带呢转为了一个黄带，并且股价呢下跌反弹，是吧？这里蓝 K 突破了，但是遇到了黄带，那就没戏了，那么就是压力了。所以这里它只是做了一个反弹，然后价格继续的下跌，目前还是黄带还是黄带。所以为什么日线上等一个反包会更好呢？因为如果反包30分钟应该会突破黄带，而后市场后续在黄带这里不要再跌落，基本上我们去找做多机会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止损，以及呢方向上还能够继续往前面的高位去看，是吧？就会比较明确。现在对于黄带都不能够有效突破，那你在这个位置去买就不太现实，也不太好。黄带说明它的趋势是转空的，日线和30分钟都是偏空的黄带，那么这里呢就要小心做多，一定要等明确的信号。那么它的绿灯的一个预测值今天是394.67低点呢是378.78，这是今天的这2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谷歌，谷歌的走势目前呢也是在回踩飘带给到了波段的低点之后转了绿灯，然后一路上涨。目前呢一路涨到现在有一个黄色的 K 线，但黄 K 没有被跌破，所以把它的低点呢作为一个防守。如果今天收阴跌破，那么说明对于飘带要再次的试探，看是在哪个支撑能够止跌。那最上方的一个黄带支撑呢是在197.156所以这个点呢作为如果往下调它的首个支撑位。红绿灯的角度，我们看到预测值低点支撑197.44，高点压力是204.23关注这2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是亚马逊，亚马逊呢还是一个黄带，但黄带呢没有去发上股价呢调了3根小 K 线，连一根阳线都没跌破，股价再次的往上冲。因为左边呢有一个长上影线，所以阿哲一般遇到长上影线呢会把它作为另外的一种压力区，因为它肯定会有套牢嘛，冲高回落肯定有人追涨，然后没有走，那么这一波往上走时它肯定就会有一些压力有一些人可能就获利兑现，有人去高抛，所以阿哲更希望的是有那么一根阳线能把影线全吃掉收盘收在飘带之上，我们可以继续呢做一些短线的买进，短线的买入。而目前还在飘带附近有所
滞涨，那么它还是一个反弹的这种情况，遇到中轴有所滞涨，中轴线它是多少呢？是224.27，它的一个上轨是225.944啊，所以这两个位置呢是作为一个压力。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今天的低点支撑是223.28，高点的压力是226.199啊，关注这两个数值。下一只股票是 SMCI，SMCI 呢它一直在绝处逢生的边缘，它出现了一根长下影线，是跌破的第一根，跌破的第二根啊，两根里面取其低的。那么这一根 K 线的低点一直有支撑一直是蓝 K。那么我们要等待的是什么呢？等待一根阳线上涨。这里不能再出现阴线啊！如果再出现阴线，会构成什么？构成下跌三法。如果下跌三法形成，说明目前是中继阶段，那股价的范围就会扩大，往下看到170这个位置才能够寻找支撑。所以当前的 SMCI 如果这里再收阴线，跌破左边这根蓝 K 的低点，那么就是下跌三法，那么价格走势将要看到170甚至170之下。所以这里最好的是止跌阳线，直接来一根阳线，把前面的蓝 K 尽可能能吃多少吃多少，而后我们去往上看反弹，否则往下看170的支撑。我们看到今天的预测值，低点的支撑是45.275，高点的压力是46.355啊，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台积电，台积电呢也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副线，它除了副线之外也是个红灯，同时它的最高价和它的开盘价是相等的，它是一个关头阴线。所以台积电走到这里，光头阴副线又是红灯，所以价格往下看调整。那么它的一个调整的空间底下有一个强支撑是这个飘带，我们看一下，因为它比较凝结所以直接看它的最底下飘带的底下是238.882。那股价这个调整力度如何呢？如果今天直接把这个飘带跌破，那么调整的预期它的距离就可能会比较深一点。而假如今天是一个止跌阳线或者说长下影线不跌破飘带，因为它是一个副线嘛，所以今天就是 X， 那高点突破就能够作为买点。那么关头阴大概率就是一个什么 K 线呢？就是一个砸盘 K 线。因为前期这一天是不是也是关头阴？它在频繁出现关头阴之后它关头阴的效果就会变差一点点，所以这一根 K 线呢，以副线去对待，其实会比关头阴去对待会更好一些。看到它的预测值，低点支撑是237.445，高点的压力是243.935关注这两个数值。我们再看到下一只股票是科尔卫，那么这个股票呢是在黄 K 出现之后也是释放了风险，并且它的这波上涨它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突破了这个黄带。黄带突破之后走了3根 K 线，然后再出现了调整。我们为什么一直说这一波上涨单边它不能说是趋势反转，也同样你只能做短线不要去随便加太重的仓去做波段，因为它还是一个反弹，因为它还要去测试一下前方低点支撑。所以目前这个结构就是下跌反弹下跌反弹下跌，而后打了左边的高点，说明趋势很强，那么反转力度很强。那能不能反转呢？还不一定呢。它得要回来的时候呢，不能够去打左边的这一个低点，然后最好能够在相对的一些支撑位去进行止跌，比如说0.618，比如说0.5的位置去看，或者说飘带的位置但它这里呢，昨天直接击穿了飘带，没给了一些买点。昨天的内部课程我们说过有一些买点要注意的，就是30分钟往下跌的时候看到白 K 要突破，但昨天这个波下跌它的白 K 出现之后它没有突破，所以没有买点。目前30分钟来到了一个支撑位上，就是170天均线底下呢是聚宝盆，是一个黄色块，说明这里是有机会见到低点的。但这里最好能够找到一些信号，比如说蓝 K 突破、白 K 突破，比如说这里出现了比较强势的仿包阳线都可以。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再等等。像看一下白 K 的这根 K 线的高点是125.46这个位置刚好也是飘带的下沿附近，所以今天最好能够突破最后一根白 K， 而后在这个区间内去站稳。目前还不算是很有效跌破这个白 K， 这个区间呢有一个强支撑，它有170的一个均线，再加上白 K 的低点所以这里构成一个支撑。股价如果在这里产生反弹，看它的力度能不能去突破白 K 高点，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地方它就在白 K 附近找低吸机会即可。30分钟看能不能把飘带转为紫色，如果可以，我们在日线上应该能够看到一些更明确的加仓信号，比如说重新收一根阳线，绿灯站上飘带这个呢也可以去关注。看到今天的预测值，
低点支撑是109.23，高点的压力是126.13。当然，如果您想要更加明确的一个买点的话，你也可以等什么呢？等股价收阳，把这根阴线给吃掉，因为它是一根防守阴线。不过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比较晚，它的价位会偏高一点，所以这是一些选择，看您的风格。以上就是8月14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